那么最近这些年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啊是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城市化进程有一个显著特征，它就是把农村好多的土地给征用了。这个征用呢，就是把它变成非农业用地，有建设用地啊，有工业用地。我们说呢，有不少的朋友说到城里打工了，本来他也不种地的，可是农村还有大量的老弱人口，比方说孩子比方说老人，尤其是一些呢劳动能力呢部分丧失的老人。那么这些人在农村失去了土地，他们怎么办？有的即使没有失去土地，现在农村的土地呢种的人也少了，整个农业的收入呢也相对比较低。那么当全国的农村都面临着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却在广东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哪里呢？是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有个崖口村。这个崖口村地理位置是什么地方呢？它面对着一片开阔的海域，这个海域叫什么呢？叫伶仃洋。大家听这个是不是熟悉？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年文天祥很有名的一首诗。这伶仃洋就是崖口村面对的这片海域。你看这个崖口村它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咱们得把这个历史给大家复述一下。我们知道7、8年的时候呢，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最后这个种地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包产到户吧，分田到个人吧，抽着几个人摁了手印，把田就给分了。结果焕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就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吃大锅饭大家没积极性。那么真正想干好，就得归个人，包产到户，承包。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广大农村认可的一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凤阳小岗村这个事迹一出来之后呢，好多地方认为这个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农村都要这么搞，联产承包，联产计收。当这股风刮遍全国的时候，到了这崖口村的时候呢，当时的村长之书到现在为止当了37年了，这村长之书叫陆汉满。这个人呢，把整个情况调查一下呢，他建议咱们不能分产到户，不能把田分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呢，咱们这个崖口村一年粮食产量多少呢？300万斤，可是交公粮的任务是163万斤，也就是说交粮的任务等于产量1半以上。这你如果分田到户，必然会有不少人家完不成这任务，完不成这任务怎么办？那么生活又回到贫困状态了吗？所以他挺着咱们不分，集体交公粮。结果这一挺了30多年。当然我们得说这个陆汉满很有办法，他当时逆潮流而动有一点是很让人佩服的。我们知道广东珠三角这块呢，寸土寸金，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当时在改革开放风气带动之下，他周围好多村子都走这条道，就把地呢或者租或给卖，弄给外头的企业呢来建工厂来。当时崖口村也是这么考虑的，比方说他把这个地呢廉租，他没有卖租出去，工厂来了，结果他算了算呢，1年下来呢，等于村里头也要给投入，也要给干嘛，等于实际一折算，村里投入了2000多万，可是最后呢就挣了200万，跟利息差不多，还把当地环境污染够呛。当时这个陆汉满这个村长一琢磨，不能这么干，他采用什么办法呢？不再租给工厂了，然后他开始一点点的呢围垦拓地，就是把原先荒地他都给啃过来。结果后来采用一种方式，跟外边企业合作，提高效率。你帮我把这块地呢开垦出来，好，这个地我租给你，租价非常便宜，谁帮我开垦我租给谁，然后满15年以后你必须无偿的给我收回来。他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果当其他村子地呢卖的卖，租的租越来越少的时候，崖口村的地呢逐年扩大，由原先7000多亩扩展成现在4万亩。大伙想想，广东4万亩地得值多少钱呢？这整的，就他通过这种方式使崖口村的土地储备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时候，村里边呢出现情况了，改革开放了吗？一部分人出去打工了，打工出去了，有些有本事的人呢在外地扎根了，有的回来了呢有钱呢建起小楼来了。
可是这部分人走了，还有一部分人留到村里头呢，没法适应市场经济的。比方说身体条件比较差的，比方说老年人，还比方说就没那能耐，性格上有缺陷的，再有的出去打工的适应不了了，被淘汰回来了，就没法在市场经济大潮当中学游泳的这些人，他留在村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陆汉满同志想了一个好办法，怎么办呢？刚才我们前面说他开垦出的地不租出去了吗？每年大约这个村子能获得这种地租，就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地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是归村委会所有，地租大概有1000万，他把这1000万得拿出600-700万补贴老百姓。说那不对，你补贴老百姓，这些人不劳而获就把钱得了？不是，他采用什么方式呢？我还种地呀，我种地继续采用人民公社的方式。比方说，我把这个地每个季度的活都分好了，每天早晨告诉各家，比方说早上7点钟到地头来干活来，大家报说我明天我干不干活。有的呢家里有事啊，比方婚丧嫁娶的事出不来了，好统计一下人数，到地头了，为了避免大家偷懒，分成8份，谁先干完谁回去。这个分成10份，10个人谁先干完谁回去。然后记工分，这工分记得有意思，你比方说喷农药施肥呀轻活，你干一天也就20个工分。哎，要赶收割的时候重体力活累，哎，这就上百个工分。然后到一季度最后收账的时候，换是卖粮食挣钱了，再按照工分把这钱给大伙。所以你到这雅口村呢，你看到的景象啊，跟我们过去差不多。你能看到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晒谷场，有专门摆放农用机具的农机站，这现在在农村都看不着了，都包给个人了。而且由于它是集体操作呢，它这力量很强大，很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比方说收割这块，所以节省了人工，它的工分价值就高。这样的话，你留在村里种地的人呢，你比方说有的老太太50-60岁了，一个季度下来也能挣些钱，一年下来呢，有的少的挣8000块钱差不多的1.2-1.3万，有的能干的，我肯吃苦的，我愿意种地卖力气，能挣2万多块钱按工分。你听着城里人觉得2万多块钱一年不多，俩老人种地一年挣4万多块钱少吗？在农村正经不少了，这是。所以这一下就解决了呢，让农民享受有尊严的收入的生活。你比方现在我们看北方好多农村，这个孩子出去打工了，往往孩子寄回这钱维持家里生活。这农民种地挣不了几个钱，脸朝黄土背朝天。可是雅口村这么些年还没有一个老人遭遇到这种情况，有的真没有劳动能力了，送到这个村里敬老院，白吃白喝白住白医疗，全是免费的。那么说雅口村这个村子呢，在广东肯定算不上最富的村子，但是却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穷人的村子，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穷人。有的老头老太太非常感恩戴德，说为啥？说我们这样的上城里打工，谁要我们呢？在家里头，你说种地一年挣这些钱，虽然咱过不是什么富翁吧，可是这些钱足够我们吃喝的了，我们自得其乐，在农村挺好。所以大家都对这个老陆汉满感恩戴德，说他这方面干的真好。陸士傑一心一意為貧苦大眾。所以你看，他是用人民公社记工分的制度。比方说，你这个粮食打下来之后，由这个村里头收购，从农民手里高价收，然后搁什么补贴呢？搁地租这1000万，拿出600-700万来补贴农民。前提是什么？我村里有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土地，通过地租来养活农民。说农民自己吃粮食那不要紧，你再从村里买回来，那价是多少呢？外头1块钱一斤，你3毛一斤，30%就行。就说整个农民根本没有人考虑粮价，为啥？在村里买肯定是最便宜的，丰衣足食，有吃有喝。所以村里边呢，每一个老百姓，哪怕你再弱势，再没啥劳动能力，生活都有保障。这个村子没有穷人。所以你大伙琢磨琢磨，你想想，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广大农村，你说你村子里一个穷人没有，你根本不敢说这话。
那村子里边有的老弱病残，生活困苦不堪，那五保户日子过得简直惨到顶点了。在农村是常见现象，甚至不是个别现象。咱们市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了，那依然全国还有上千万的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那么你看崖口村，他没有采用那种承包的到户的这样的责任制，也没有说通过分给个人激发大家积极性，而是完全还按照人民公社那种集体体制解决这问题。我们说这种解决呢，一方面说村里边采用这种方式呢，是为所有村民负责任，它的保障功能要大于它的发展功能，它起到很好保障作用。另外一点，咱也不能否定，这些年来发展市场经济，等于给了崖口村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为啥？不发展市场经济，你的地一年能租1000万以上吗？所以它恰恰是利用外部有利的市场经济环境来完成内部农民的一种保障。当然你现在看到这村子情况又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呢？咱们先说这个崖口村这个村支书陆汉满，今年已经72了，老头今年下岗了，当不上。为什么呢？村民反对他。可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就反对他的村民都从心里佩服老陆，他们叫满叔，说满叔这个人呢好人，满叔这人两袖清风。为什么呢？这个陆汉满当了37年村支书，从来没给自己谋过什么利，至今住着2间小矮房，中间一个厅，2面小矮房，自个儿跟儿子住。这些年来从来没吃过任何人饭局，到镇上开会都买俩干粮对付着就得了，常年光着脚赤脚。人家说这老陆啊，2手最白，2脚最黑，赤脚嘛脏嘛，2个手最白，基本没捂过脏钱，没拿过脏钱，没干过这些贪污受贿的事儿。这一点所有村民都承认，这个人高风亮节，很好。有一个事情呢，他给他儿子起名叫陆志农，就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得回来当农民。他儿子现在非常恨他啊，你这让我当农民，你这多辛苦。有的人找到他儿子说，你村里地多呀，你鼓捣你父亲，你卖给我点地，卖成了以后地价我照付，1亩地我多加5万块钱给你个人，咋样？这孩子不懂事啊，回去找他爸，他爸说那绝对不可能。人家就告诉他了，1亩地给你5万，你咋不干呢？你这样，你爸要再不答应你，我给你根绳，你跟你爸说，不答应我就上吊。这孩子回家就作他爸爸，说这陆志满说你这不让卖地，我就死去，我不活了，拿一绳就要上吊。这老陆怎么处理呢？儿子，你等会儿。老陆到了外边，把这个外头那拿了2根草绳进来了。孩子，你不要上吊吗？你先吊上，爹陪你吊上，咱俩爷俩一块死。你看看，就这么一个种，村里所有人都佩服老陆，人品没得说，大公无私，高风亮节的这么个人。那说为什么他当不上，村民又反对他了呢？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有不少的周边的人找他。你比方说是有企业家，有政府的人来找他，你们村里地这么多，卖地，把地卖了，一次性给村民补偿，1人14万，你一家7口人，你算算100万呢，这就啊，买你沿海这一块，我们要建别墅，要开发什么的。老陆坚决不同意。老陆说，我们这老祖宗留下的地，我只要这地我能守住，永远穷不了。我卖了之后，这叫啥呀？你把那点钱是一家你给将近上百万呢，那吃没了喝没了呢，我们靠什么生活？树倒猢狲散。老辈人讲，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你现在把这地呼啦都给卖了，这不败家吗？你给子孙留啥了？不能卖。老陆不同意。可是周围的村子全卖地，卖完地，这农民呼啦盖小洋楼了，开上好车了。这个村子崖口村村民扛不住了，一个劲儿找老陆，为什么不卖地？为什么不卖地？老陆就说，你记不记得2002年的时候，村里的储备地达到了4万亩的时候，老陆也担心这个事儿，说都搁村里头，你说上头上级来说你开发啥的怎么办？所以老陆这时候干了一件事，
把这个村里预留地啊，各方面什么自然灾害预防备啊什么之类的都想到了，还剩下大约60%多的地分给全村所有人。一个人呢，大概是5亩5分地。在广东这地方，你自己有5亩5分地，老陆说你放心，多少年以后你都穷不着，这地你能守住，你就穷不着。这么的，他把大多数地呢分给了大家。可是正由于分下去，现在这个问题才出现。这个地分下去了，大多数地是归个人了，确权了。现在老陆坚持不要卖地，大多数村民反对，为啥？经不住诱惑呀，那一家多100万呢，那你这咱马上就盖上楼，就开上车了，多好的日子呀！所以村民跟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呢，政府部门也对老陆不满意，政府项目要在你沿海好地方开发，你干啥不干呢？结果这样老陆两头得罪人，最后村里头投票。开始的时候有人进来要把这滩涂一带、沿海这一带、海湾大概9000多亩地要开发。老陆一说你别开发，你这么的，我算租给你们，我不卖地啊，我租你，然后呢，你逐年呢给我返还一定利益，而且怕通货膨胀，老陆提出每年你返还我的价呢，照着1号大米的价，这大米要涨价你就给我涨，它落价你就给我低一点都行，预防通货膨胀。所以他这么一算呢，大家能吃着地租吃70年都没事。可是这些村民不干了，吃70年我们哪等那么长时间？我能活多少年呢？我得这辈子我就得享受到，不行，给我卖地，一家得补14万呢。你比方一个人14万，一家7口人100万，所以村民反对他。最后全村投票，3334个村民投票，只有28个人反对卖地，老陆就是28人之一啊。那些村民都要卖地，没招，这地卖了，每个人补偿14万。老陆坚决反对卖地，作为反抗呢，不签字，我卖地协约不签字，而且给我补偿这14万我不要。这老陆真生气了，可生气归生气，也没办法，那地已经分了，你得听村民的吗？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呢，出现了2种情况。第一个，村里人把这个钱得到手之后呢，马上盖小楼，一家花40、50万盖楼，有时候花20、30万买好车，有的呢吃喝嫖赌的就开始挥霍。那你这样下去把这钱花没了，坐吃山空怎么办呢？老陆当初的担心呢，要一点点变成现实。第二个，村里还有一些地在那搁着呢，这些村民惦记着把这个再卖了，说第一次卖地是脱贫，第二次卖地是致富。你看看这现象，老陆看了心里很闹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个人文化不高，但是我也算对传统文化呀这些个经典我愿意看愿意读。咱都知道上辈人努力留给下辈人一些财富，这是中国人传统美德，这样才能一辈比一辈过好。你这辈就等于把下几辈东西给卖了吃没了，你怎么办呢？这等于这是负责任吗？这不等于对后代不负责任吗？等于我这辈过好了就行，我管以后呢？那你说你怎么能把下辈人的福分你剥夺了，就供你享受呢？所以老陆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下去是愧对祖宗。土地是我们农民的根，你把地卖了，把资源置换成现金了，那后辈人怎么办呢？所以老陆嘴里最常念叨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那话，说你在地上卖了地盖房子不算本事，你有本事让这地还归绿油油的一片，这才叫本事呢。雅虎村跟那些村都不一样，那些村除了房子就房子，雅虎村有大面积的水稻，经常还有那白鹭这种鸟来，自然生态是非常好的。老陆嘴里还念叨汪洋书记那句话，说你呀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这缺大德了。有本事你还祖宗的账，留子孙的粮，你这才叫有本事。可惜老陆这样非常清醒的想法和发展模式，在这种利欲熏心急于得到好处的村民心态当中，根本是大家不追捧的。所以现在呢，虽然崖口村还维持着人民公社这种上公制度啊，老弱病残各有所养啊，可是随着一步步卖地的深入，尤其是老陆现在已经下岗了，不当村书了，这个村子还会不会发生像北方好多农村那种情况，现在来说是很难说。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往往历史的发展呢有它的错综复杂性。本来联产到户，然后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这是很先进的打法。但是这种打法呢，无形间变成呢，你有能耐有劳力的人家就富起来，没能耐的人呢，可能就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一种丛林法则，有本事就干好，没本事就完了。那么我们国家对农村的这种社会保障呢，相应还投入的不是完全到位，这就给农村呢，事实上制造了一种落差，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尤其城市化运动来临的时候，使原来依靠着一亩三分地能够活得下去的农民呢，好多面临着活不下去的困境。所以在这个时候，农村的社会保障成了我们要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崖口村呢，等于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鲜活的样本，能不能这么干？而且同时呢，我们看这陆汉满之书啊，他提到的这些传统文化的理论，我们现在想想，还真是有一些东西非常有必要。现在这个人，农民，好多农民在地上根本不上心。你比方古诗里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为啥锄禾日当午？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锄禾日当午，只有在正晌午的时候除草，这个草拔起来，太阳一晒，这杂草死了。说我要赶晚上或者早晨凉快时候，那草打着露水呢，没准又重新就活起来了。所以锄禾日当午是把那草得晒死，这得付出辛苦的。现在你看还有哪个农民大中午时候在那除草的？都是一要种地时候把地封上，打除草剂，搁这个农药，搁化肥，这方面来解决这问题。你说长期以来这土壤它能不板结吗？能最后土壤弄得当当那么硬吗？所以说现在人对土地的热爱，对下辈人负责任精神，照古人差多了。那如果按这种想法来看，那岂不成了我们将来这土地越来越瘦，越来越贫瘠，下辈人越过越穷，越过越不如我们吗？这个本身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我说这个陆之书啊，陆汉满他搞这些东西没有背离人类正常的美德，反而是把传统的东西呢做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我们现在一些所谓与时俱进、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和人文规律。所以我说崖口村搞的这些事情，陆汉满支持的这些发展模式，对我们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呢，具备很大的启迪作用。我们原先这么些年来，从这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搞改革到现在，大家应该反思了，现在为什么中国农村穷的穷，富的富？好多农村有的甚至重新回到温饱线以下，大家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即使你农村富的再流油，你如果这个村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连基本保障的日子都过不上，那么你这种改革的意义究竟能有多大呢？有关三农问题的探讨过程当中，有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这个词就是家庭农场。在以前我们官方的文件当中很少提到这个词儿。那么家庭农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对中国将来解决三农问题又将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我们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人说，这期老梁观世界说的是农村话题，就不太感兴趣了。有的说我已经离开农村好多年了，我也不想回去了。还有的人说我从来家就不在农村，我在城市里，我关注这干嘛？其实我可以实事求是跟大家说，中国眼下进行的这种城市化，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你就业的增长点，还是你商贸活动的增长点，有可能重新指向农村。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现代的三农问题，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家庭农场呢？那么我认为呢，家庭农场应该是比专业大户、比一般农户在专业化这个水平，包括这个生产的技术的这个水平，以及对市场呢这种进入的程度啊，包括这个经营者的管理的能力等等这些素质方面，我觉得都应该比他们呢要更高更强。其实家庭农场呢，就是种粮大户的一个升级版。这个词汇呢，被如此高频率的使用呢，源自今年1月31号中央1号文件里边提到，要鼓励和支持农村承包土地向这个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我们知道以前农村的地呢是不能自由流转的，17大提出来以后呢，农地可以自由流转了。自由流转就意味着呢，农村的家庭呢可以因此承包更多的土地，办成一个很大的家庭农场。那好，一个家庭，我这家我都没离开农村，比方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儿子儿媳妇、小孙子什么都在农村。好，我这一家原来比方说我只能有4亩地，现在呢左邻右舍不少都打工去了。好，这些地政府支持下自由流转，归我承包。农民逐渐的还会去打工，到城市的各个大城市打工。这个土地啊，已经全部闲散起来了，已经有的抛荒了抛荒，闲置了，我就有点可惜。我想把这个闲散土地全部集中起来，我承包下来。今年51岁的谢在山是安徽省郎溪县的农民。2010年，他承包了村里100多亩土地，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农场。靠着上规模，再加上精工细作，谢在山经营自己的农场，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一季水稻，一季小麦，其中一季就可以把总成本全部收取出来，结果就像地是赚一次。像我们1亩田的收入来讲，至少在700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总收入应该讲在15万块以上。在郎溪县还有很多经营方式与谢在山类似的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农场的规模不大，一般在200-300亩左右。光这200亩的茶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收益？一年50，应该是10几万的往上增加。假如一个自然村里边有这么20-30个家庭农场，咱们都统一，比方说这家庭农场咱们今年都种水稻，可以引进优良品种。这个时候你注意，家庭农场的另一个效应出来了，不光是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同时呢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搞商业化的品牌运作有机大米、绿色水稻，然后尽可能的呢跟市场直接对接。你咱过去调查过这个蔬菜，到城里咱们都说这菜价太贵了，可是到生产蔬菜的地方发现菜农挣不几个钱，中间环节把这钱挣下来，就怎么能够让农产品尽可能少的减少中间环节跟市场对接。而家庭农场这种规模化呢，也有充分的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市场对接，否则中间环节的二道贩子把好多的利润都给挣走了，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家庭农场呢是着眼于这些问题，能够让你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决。20多个人一个种这5000亩地个，因为说非常轻松。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农场个全部机械化作业。在山东胶州市的鸿飞农场，王兴天用5年的时间，通过土地流转，从周边12个村集中过来了5000多亩地。与传统的种粮大户不同，鸿飞农场有13位股东，他们组成了农场的决策机构，财务核算、日常管理都有严格的企业化制度。我们这个董事会个毛数1天一次会，最多不超过3天开一次会，讨论这个近期的这工作哪块的不足，哪块的失误，应该重点抓哪。我觉着给他们种合算，这一种吧，这一年你算下来吧，一年能弄个200多块钱，那么给他们种吧，也一年给在这个时候吧，就是500-600块钱。在胶州市，像鸿飞农场这样通过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场共有28家。这些农民出身的农场主们不仅能给客户开出正规的发票，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合法的市场经营主体地位，为农产品的规范化、品牌化经营打下基础，更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渠道。那么这个家庭农场呢，它无非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要让农民在地里头挣到钱。咱们经常有人说农村呢，这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挣不着钱。今后中央政策呢，就是要让农民在土里边刨食的时候能挣着钱，这样在农业上能赚到钱的话，有一个起码可以见得着的一个效应，就是呢，农村能吸引住人，可能转移出去劳动力有一部分会回来，而本地劳动力将不会义无反顾的都往这个城市里边去聚集。所以你要让农业上挣着钱，
农村才能吸引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央1号文件提到了家庭农场的概念，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关乎农村到底能不能吸引住人的问题呢？这是一个特别宏大的背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呢，应该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看，了解了解中国现代的农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状态。可能由此你就有一种这样感受，就是农村的这个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其实和我们每个城里的人也是密切相关的。你看，从2004年到现在，这已经连续10年了，连续10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和山东问题有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央对山东问题高度重视。我就从我这说吧，我去年曾经到农村下去，我看了一圈，我就发现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现象，就是好多农村呢，大片的地没人种，是不是盐碱地什么？还不是，还都是挺好的地。为什么没人种呢？咱们可能有的朋友说，不是没人种，现在种地也用不了那么些人了，都机械化了，大伙儿一忙活就得了。不是那么回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种地不挣钱和没人种。有一个镇子做过这种统计，就说这个农民呢，一个人1年下来种1亩水稻，这几忙活，可是1年下来这1亩水稻，他最后的收益还不如到城里打工2个月的工资，而且这个辛苦程度可能种水稻这个辛苦程度比那还厉害。湖南省桃源县的农民杨福堂种了一辈子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3亩棉花卖3000元，芝麻、黄豆卖1000元，5亩早稻全部卖掉，按照每亩600斤，每斤1块2毛钱来算的话，可以卖到3600元，晚稻留作口粮，再加上每年拿到的粮食直补700多元，一家全年的收入就是这7000多元。老杨说，每亩地的产量有限，粮价涨幅也不大，而农资、化肥每年价格在看涨。在这个成都平原上，每种1亩田它需要1280块钱的成本，但是呢，总说来的水就2季，2006年它只能最后的水稻和小麦只能卖到990块钱，也就是说，农民走1年的钱要亏损290块钱，最辛苦了。所以这个种粮食不挣钱，那当然就没有怨言，你觉得种地吃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种地没有积极性。第二个也确实存在没人种地了，为什么呢？这些年从农村到城市转移了大概2亿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都转到城里去了。现在很多农村出现这个情况，农村这里头咱们不经常提说空巢老人、空巢儿童吗？凡是年富力强的，从这个10几岁开始，一直到40、50岁的，基本都转移到城市里去打工去了。原来是老人儿童多，现在儿童都不多了。为什么？农村很多学校一合并，生源不足，很多孩子呢，或者是为了好的教育质量，或者是为了跟爹妈走，或者是呢，就这会儿确实无学可上了，上城市里了。甚至出现一种逆反现象，原先是农民工带着自己孩子进城，现在由于孩子要上学，把农民工给带到城里去了，变成了小手拉大手了。所以你这个生源越来越少，农村学校才不得不合并到一块儿，把这个点撤了，撤到那边。还有数字展示呢，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中国大概是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一个村子，整个一个村子里边就2个人，老头老太太，剩下的家家户户基本全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地撂荒，那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你看中央1号文件，从2004年到现在，这出台的每年我都仔细的看1号文件的精神。你比方说取消农业税，然后农业直补，你种1亩地给补100、200，直接给钱，然后用农电下乡，包括农村新农合医疗，保障农村低保，这都是惠农政策。为了让农村能够留住人，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与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
人均减负120元左右。除此之外，国家还实行农业直接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9年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我认为它是继这个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在一系列惠农政策下，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9年增产，总产量5亿8957万吨，比2011年增长 3.2%， 创下了世界粮食生产的9连增中国纪录。然而，同样是在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民工总量也超过了 2.6亿，比2011年增长 3.9%。这个农民工里边有相当多的人呢，仅仅是在农村出生，并不会种地。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会种地，甚至60后、70后有很多人都忘了当初干那点农活怎么干的了。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呢，很多人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生活了。再回农村干啥？说是种地不怎么挣钱，就不怎么挣钱，我也不会种地。中国目前的城镇能真正彻底接纳这2亿多农民工吗？咱们好多地方都说农民工子女上学解决，要给农民工如何如何，起码住房，这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难关。调查显示，城镇房价远远超出进城农民的负担能力。进城农民能够租买单元房的只占 12%至 15%， 大多数住在条件一般的地下室或简易房中。尽管实施住房保障制度后，不少地方都表示对外来人口实行一视同仁的住房保障，但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他们这些人呢，在一块既不属于这城市，也回不去农村。你想想，2亿多人，我只能在城市里生活，这会给城镇带来多大的压力？会带来多少这种不可确定的隐患呢？所以这边是粮食生产安全问题，这边是无法回流的农民工，所以这是中国当前城市和农村之间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那么要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你就得想法啊，让农村重新有吸引力，让农地能留住人，这样就给城市减轻很多负担。另外一个，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也得到保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农村留住人？就是得让农民呐，在种地里挣着钱。怎么挣着钱呢？原来那种小农生产一家一户的挣不着钱了，而且麻烦很多。为啥呢？你看原来一家一户，首先一家一户呢，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今天说麦子好，明天水稻好的什么的，他一家一户没法做这种规模化的生产预算，有的时候有风险来临了，他也事先抵御不了。这是一家一户首先比较薄弱。第二个，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生产难于管理。现在农村的用地很多地方出现了，我只管用不管养。咱们有的朋友知道种蔬菜都知道，说这垄地今天种茄子，明天我就种豆角，后天种西红柿。如果假如说这今天种茄子，明天还是茄子，后天还是茄子，它吸收的养分是一样的，就容易造成土壤反结。东北管这个叫火龙秧。所以这个农地得特别重视养。再一家一户，你没有规模，你比方说这个灌溉，现在普遍采用是滴灌的这些先进技术，可是你自己一家一户本钱小，你干不起这个，所以没法搞大量的农田水利化。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实现它的机械化、集约化、规模上效应。所以家庭农场的提出呢，一个大前提就是农业科技的解决。就原先我们可能种1亩地的好几个人，现在一个人种几十亩地、几十场地没问题了，能看得过来了。目前来看，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不是问题，就这些基本上在农业科技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可以这么搞了。我一下承包几十亩、几百亩，然后我搞个家庭农场，这样的话呢，规模化上来了。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
在湖北、吉林、安徽、江苏等33个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地区，家庭农场已经建立了6670个。按照中央1号文件要求，今年国家将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而新增补贴的方向将向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主体倾斜。另外，农业部也将继续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并出台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与此同时，还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种植业。有关这个资本下乡的问题，这次这1号文件里边也提出来，是鼓励工商资本能够下乡，关注农村的这种发展。就像我们以前看圣水湖畔的电视剧。回来了，你坐。哎，开啥会？学习中央1号文件。陈书记，你听我仔细跟你说是咋回事啊？你不是让我去胡溪村传达你的意见吗？我去了，仔细一了解情况，事情根本不是像他所反映的那样。还咋不是那样啊？本来这黄金贵就要把这地租给别人嘛，那村里开市民大会都通过了，你不了解情况。你光说人家黄金贵往外租地，你咋不说人家为啥往外租地呢？人家黄金贵那是为了全村的利益，招商引资，就这一把就能引来差不多上千万元的资金，在那建个旅游度假村。那不就存在高秀敏和村长之间争？村长引进的是搞旅游开发的，把地占了；他要引进的呢是搞农产品深加工试验的，粮食新品种的。当年圣水湖畔这个电视剧就是它符合中央精神，就是农地使用要农业化，不能非农业化。发展家庭农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培养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者，更是决策者、管理者和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他们以农业为固定职业，经营一定生产规模的农场。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王建华，4年前在四川彭山县承包了200亩地，种植葡萄和苗木。与其他果农依靠经销商来地里收水果不同，王建华的大部分农产品通过网站销售。我们更多的是在网上来做营销，提高我们的点击率，然后呢，增加我们的业务量。采用网络销售，王建华既能掌握主动权，也能卖个好价钱。虽然每年在网上要花3、4万的广告费，但他认为很值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产值就是10倍以上，能达到50万。除了在网上做广告，王建华还发展了团购、直销等多种营销业务。仅去年200亩地就带来了100万元的纯收入。因为这个它是农业生产的话，它这个技术性还是比较强的，要高产，要都得高产优质，要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因为你已经是家庭农场了，你的产品主要的是向市场上去销售，你必须要在这方面掌握这个方面的一些知识，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它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这些农民具有高素质、高文化、高专业知识。职业农民的出现，它就解决了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谁来经营农业的问题。所以现在家庭农场如果要真能够起到让农民能在土地上挣着钱，有2点是非做不可的。头一个呢是中央财政加大力度，扶持农民干这个家庭农场，尽可能能让呢一家一户农民呢能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家庭农场，包括在机械化各方面、科技方面给予支援。第二个呢，对于资本下乡一定要抬高门槛进行监督，必须保证农地使用的农业化，你不能到这圈完地你干别的，完挣着钱你撤了，结果对当地没有任何好处，甚至给当地带来土壤啊、水啊、空气的污染。所以就说文件出台了，怎么真抓实干的监督到基层，怎么实现中央财政尽可能快的给予大力度的扶持，这是我们关注家庭农场建设的重中之重。